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月的频道。人要是在非常困的情况下，无论是什么诱惑，那都是浮云，就想赶紧合上眼皮子，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，进入美美的梦乡。睡觉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，我们的大脑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自己洗脑，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干净。无论再困再累，经过一夜的睡眠都会得到恢复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无论是对哪个国家来说，早睡早起都是一种最健康的睡眠方式。一般我们的身体在夜间11点至3点的时候就会开始排毒，所以我们只要在11点的时候进入梦乡就好。早起对身体真的有好处吗？坚持早起，身体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有相关研究表明，早期身体会更有活力，脑袋会更加的灵活，注意力更集中，有助于工作与学习。难道这就是为什么高中生的起床时间比鸡还早的原因吗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，早起床的人做事效率更高，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前一天没有完成的事情。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在赖床，然后你的妈妈总是把你被子一掀，然后说自己饭也吃过了，衣服都洗了，地也拖了，然后还把你骂一通的原因吗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所表示，早起人觉得自己更加的幸福，因为早起然后接触到由微弱慢慢强烈的阳光，人也会变得很有成就感，觉得自己会是一个很棒的人，生活会更加自律，心情也会因此更好，心态健康，抑郁症发生的几率都很少，为人会很好相处，就像是早晨的阳光，让人感觉到朝气蓬勃。早起的好处这么多，那几点起最好呢？其实有一个公认的最佳起床时间，那就是早上的6点。在中医上讲，早晨是我们身体阳气生发的时候，有助我们身体肾气还有阳气的补充，这个时间段也有助于排便。对于这个答案，我们不能直接就是生搬硬套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年龄的不同，起床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就像老年人本来就不像年轻人有熬夜的习惯，睡得早，起得也就早，大多数老年人在早上5点的时候就已经醒了。还有现在学习紧张的高中生，有时候赶上早读5点半就起床，然而有些上班时间挤班倒的人，有时候早上10点都不一定起得来。所以早上6点这个答案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早上几点起床最好也没有确切的答案。健康中国行动建议，中国的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至8小时就好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表示，成年人保持8小时左右的睡眠，正在发育的儿童和青少年保持9小时的睡眠，老人建议达到6小时就好。无论是几点起来，都要注意要早点睡，不要熬夜才是最重要的。长期坚持早起的人，最后都怎么样了？如果每天早起1小时，1个月就多出了30个小时。如果你比别人早起1小时，这多出来的30个小时，你可以看完几本书，可以多做一些运动，可以学习一项新技能。而人与人的差距也就是这样拉开的。这些名人都坚持早起的习惯。1. 晚清名臣曾国藩。晚清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位传奇人物，而其家族同样颇具传奇色彩。200多年来，曾国藩的后人实现了曾国藩的遗愿，长盛不衰。但凡人才的子孙中有众多有名望者，事实上在家都有很多的家训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重视早起。据曾国藩广泛流传的作品《曾文正公家书》记载关于早起这件事，曾国藩对家人有颇多叮咛。在给4弟曾国煌的家书中，曾国藩说，
祖父留下的8绝家训，若不能进行，但能行一早，自责家中子弟有所取舍，是厚望也。在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，告诫弟弟欲去惰字，总以不厌其为第一义，意思是要想去掉惰字，以早起床为第一要义。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，则不厌其烦地询问，而在家常能起早否？诸弟妹早起否？2. 散文家、翻译家梁实秋。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、翻译家，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。在其著名散文集《我把活着欢喜过了》中，特意写了一篇文章鼓励大家早起。他在文中写道：我个人是从小就喜欢早起的，如今年事稍长，好早起的习惯更不易抛弃。醒来听见鸟传，一天都是快活的。走到街上，看见草上的露珠还没有干，砖缝里被蚯蚓倒出一堆一堆的沙土。男的女的带着新鲜肥美的菜蔬走进城来，马路上有戴草帽的、老朽的女清道夫，还有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，精神抖擞地携带着便当，骑着脚踏车去上班。这时候我中心充满了喜悦，这是一个活的世界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，这是生活。3. 世界最长寿老人田中佳子。2019年3月9日，日本116岁老人田中佳子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为世界最长寿老人，同时也是世界最长寿女性。田中佳子生于1903年1月，截至颁发证书的2019年3月9日，年龄为116岁零66天的田中佳子女士，成为世界在世最长寿老人。2021年1月度过了其118岁生日。谈到自己的长寿秘诀，老人表示其实很简单，就是2个字：早起。田中老人表示，自己一直坚持每天晚上9点睡觉，早上6时起床，早起后坚持5件小事，你的人生就赢了。1. 吃好早餐，赢在肠胃。睡懒觉到上班迟到的前一刻，匆忙往公司赶，来不及吃早餐，或者在路边买点随便对付，这是很多人的常态，但是这样会给肠胃造成非常大的负担。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医师牟新2015年12月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，不吃早餐会影响胃酸分泌、胆汁排出，减弱消化系统功能，诱发胃炎、胆结石等消化系统疾病。相比之下，早起正常吃早饭的人，肠胃当然更健康。早起了，时间宽裕，才有时间、有心情更好地享受早餐。早餐不仅要吃，而且还要吃好才行。什么样的早餐是好早餐？要包括4样谷类加肉蛋，加奶，加果蔬。2. 做运动，赢在身材。想要奋斗拼搏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好身体，所以对于工作忙碌、少有时间锻炼的人，早上也是锻炼身体的一个机会。打太极、慢跑或者是跳舞，都是对身体有益的锻炼。适当的运动还能增加身体的耗能，帮助减肥。解放军总医院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强2019年5月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，中高强度的运动能改变人体的炎性反应，还能够修复肥胖细胞，以及减弱遗传因素的影响。3. 规律作息，赢在健康。能够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，睡眠时间和质量有保证，这样还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更有利于抗击感冒等病毒侵入。浙江医院精神卫生科医师王志轩2016年1月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，经常克扣睡眠会让身体产生的免疫细胞数量锐减，睡眠不足会使免疫系统功能降低，
而早睡早起，有良好的睡眠习惯的人，与熬夜晚睡睡懒觉的人相比，睡眠质量更高，免疫力也更强。不仅如此，长期早睡早起还可以使新陈代谢顺畅，皮肤变得更好。而且早起的人一般都没有熬夜的坏习惯，当然也就避免了熬夜带来的皱纹增加、黑眼圈加重、皮肤变松弛等加速衰老的恶果，从而变得更年轻。4. 看书学习，赢在头脑。平常抱怨没有时间阅读的人，可以利用早起1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和读书。读书是积极的思维方式，能使大脑充分活动起来，健脑益智。读书时犹如做大脑保健操，因此早起读书能使脑细胞得到很好的保养，保持长久旺盛的活力，进而大脑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全身各部位，进行正常的工作。5. 做喜欢事，赢在心情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很奢侈的，所以可以早起1小时，纯粹的做些自己喜欢的事，写字、插花、跑步、画画，任何事，哪怕只是去看花园里的一片叶子，世界还没有苏醒，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这属于自己的1个小时。这1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光，能让你更开心，心态更积极，精神压力更小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投入到生活工作中去。怕早上起不来，先从改变这些小事做起。1. 晚上11点之前睡觉。想要在早上做更多的事情，有一个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睡眠，晚上睡得好，早上才起得来。2. 给自己定个目标，循序渐进，让一位经常9点起床的人突然6点起床，往往不太容易实现，因为身体的不适感会带来负面反馈。不如先将时间设定早10至20分钟，让自己逐渐适应后，再往前提早10到20分钟，循序渐进达到早期目标。3. 适当给自己一些奖励，早起后可以用一顿丰盛的早餐犒劳自己，给自己一点仪式感。一个好的习惯往往只是一根线，但是它串联起的东西一定会让人受益终生。关于睡觉，还有一件事相信大家都深有同感，就是想下午好好的补个觉，但是一不小心睡发到天黑，醒来之后并没有感觉身体很有精神，相反心情会莫名的开始有点小伤感，就像是全世界都把自己抛弃了一样。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，为什么傍晚醒来会有一种空虚感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下午这个时间段并不是我们正常的睡眠周期，也就是下午睡觉时间太长，其实只是在打破我们的睡眠规律，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很多的皮质醇，这是一种会影响我们身体情绪的物质，要是量过多，就会导致我们情绪低落，有一种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的个孤独感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表示，午睡20分钟就可以让我们身体达到舒适，提高我们的记忆力，还有工作的效率，所以午睡的时候还是乖乖的给自己定一个闹钟吧。综上所述，睡觉这件事占了我们人生1/3的时间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期待与您的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